男人约女网友去酒店玩游戏，还不等男人有所行动，女人竟主动脱下蕾丝眼罩，光溜溜的去浴室洗澡。等女人洗完澡出来，男人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晕倒了。事后还无法想起自己到底是怎么中招的。最近警方接到多起利用美色抢劫的案件，上到60岁的大学教授，下到20岁的金牌销售，10几个受害人无一幸免。女的进了洗手间，直接就把药下的药涂在了自己的胸部，男人看到她肯定是下意识会去亲她，这样他就顺理成章的，而且是自己把药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。即使没有亲到迷药，女人也会引导他，直到亲到那为止。酒店监控视频显示，嫌疑人每次作案都会下意识通过受害人躲避监控，到房间后将对方迷晕，随后劫走他们身上所有钱财后消失。然而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14名受害者居然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被迷晕的。警方将现场的空气和饮用水取样检查，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做到一进到房间就把男人都迷晕了？这也许就是案件的突破口。一筹莫展的重案组只好找各个部门精英集思广益，有人猜测是防狼喷雾，也有人分析是迷魂针，但都被陈队给否了。因为如果这样做，不仅容易被发现，而且也不符合发作时间。不会是迷魂术吧？那女的一脱衣服，男的就看晕了。肖成刚的奇思妙想一时间逗乐了全场，不过小帅却有不同想法。虽然他已经猜出了大概，但是在这个场合说出来却不太方便，这可把大家的好奇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就连陈队都让他别啰嗦，赶紧说。迫于领导的压力，小帅只好拿出案发现场的图片，带着大家一起想象案发时的场景。两人一前一后进入房间，女的直接进了洗手间洗澡，而男的扔了外套脱掉上衣。他肯定不会傻站着，而是坐着或者半躺在床上等待。当女人洗完澡出来，男人一看到这种情形，肯定瞬间上头，不管不顾直接冲上去。就这样，受害人不知不觉地晕倒了。虽然小帅已经说出了受害人中招的经过，但众人还是听得一头雾水。他到底是怎么晕过去的？哎呀，就是他们在发生关系的前奏上有那么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，我想你们听明白了吧？答案已经呼之欲出，可大伙却听得更迷糊，甚至众人都以为他在吊胃口。殊不知小帅当着这么多女同志的面，实在是开不了口。没想到引导了这么久，众人还是不明白。此时他也不管那么多了，索性站起来直接挑明。女的进了洗手间，直接就把药下的药涂在了自己的胸部，男人看到她肯定是下意识会去亲她，这样他就顺理成章的，而且是自己把药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。即使没有亲到迷药，女人也会引导他，直到亲到那为止。所以他根本说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昏迷，而且这种细节他不好意思交代给民警，这就是下意识的动作。虽然小帅的解释合情合理，但也让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。而陈队为了避免尴尬，赶紧将小帅支走擦车，而讨论会也就此告一段落。正当陆队还在感叹小帅这小子有点意思时，嫌疑人再次作案，同样是乔装打扮酒店约会，同样是依靠在受害人身上躲避摄像头。可这次的受害人却是店场副总，就连他随身携带的合同也被顺走了。事情闹大，被捅到了市里，还惊动了梁局和市委秘书长。梁局更是要求在1星期内破案。等到他们赶到现场，法医已经开始勘探，但却一无所获。看到眼前的受害人依旧是一问三不知，此时女警立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随即她立刻让法医去检查一下受害人的口腔，果然在舌头两侧发现有2块深色的斑，这让女警心中有了初步的猜想。为了避免受害人尴尬，她将所有警员请了出去，并跟受害人来了一场现场模拟。果不其然，跟小帅猜想的一样，这下终于确定了对方的作案手法。得到这条关键线索，女警开心地向队长汇报。就此418毒奶案专案小组正式成立，而小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副组长。同时警方也在医院了解到，如果长期涂抹麻醉药剂，会有过敏现象，引起皮肤溃烂，只有含硼酸的药物治疗才有效。由于这种药很少有人会用，所以警方通过对门诊跟药店的排查，以及跟药房、医院、酒店做出交叉比对，很快就锁定了一批嫌疑人。可让小帅怎么都想不到的是，被抓的嫌疑人里竟然有小帅认识的人。尽管已经确定他与本案无关，但他却始终赖在警局不走，说是要投诉他们，说我什么一看就像勾引男人的货色，让我老实交代。这话是你们警察说的吗？你们凭什么污蔑别人？女人只因频繁在酒店转悠，就被警方当成嫌疑人给抓了起来。谁知酒店就是女人自己开的，尽管警员一再道歉，可女人依旧不依不饶，并扬言一定要将对方投诉到失业。好在女人跟小帅还算熟悉，于是小帅又开始胡编乱造，声称女警其实是个好姑娘，就是最近遭遇了一些不幸，所以情绪没控制住。果然，还是小帅了解女人强烈的八卦心，女人立即上了钩。
眼见女人同情心泛滥，小帅更是编上了瘾，又说女警家庭条件差，平时一直都是省吃俭用，他们这些个同事战友时不时还要接济他。听到这么狗血的剧情，女人不免有些许动容。小帅见状，赶忙把话题引到案件上，说最近市里出了件大案，有个女嫌疑人专门在酒店作案，把客人迷晕之后洗劫一空，女警们都忙得焦头烂额。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快点抓到嫌疑人。小帅的这套说辞最终成功说服女人不再追究，但他也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小帅陪他一下午充当跑腿，以弥补他的损失。下午小帅陪女人来到超市购物，无意间看到一个男人在买卫生巾，然而就是这一发现让他对色诱抢劫案有了新的思路，很有可能嫌疑人压根不是自己去买的药，而是找别人代买的。于是小帅决定重新布置调查方向，查药不查人，只要一直盯着药源，就一定可以找到嫌疑人和他的同伙。很快他们便锁定了一个名叫邓海龙的男人，可任凭他们怎么审问，这小子就是不开口说话。而此时距离7天期限只剩不到1个小时，很快小帅就通过邓海龙游离的眼神看出他感情出现了问题，于是他利用这个弱点巧妙地展开了审讯。谁知道男人为了所谓的爱情，竟将所有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，而小帅怎么会不知道男人是想包庇对方，于是便挑拨起两人的关系。可是我们检测到他和作案者发生过性关系。眼看男人越来越激动，小帅再次拿起受害者照片炸起男人。这个秃头，这大肥猪，还有一个60多岁的教授，这好白菜怎么都是让猪狗的命呢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这些人的笔录我都可以向你公开。这一刻，邓海龙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。正当他准备向警方交代一切之时，小帅却再次告诉邓海龙一个惊天秘密：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骗你的，对不起。但只要任由事情发展下去，所有的一切迟早都会变成事实。他最终不会毁在这些男人手里，而是会毁在他自己手里。就这样，小帅成功征服了一个男人。邓海龙交代了色诱案的全部细节。很快，警方就通过邓海龙的供述，锁定了一个名叫谢婉婷的女人。可由于对方反侦查意识很强，再加上对方身上有多张假身份证，因此警方只能通过照片进行排查。好在邓海龙交代出了女人的住处，于是警方很快部署警力，在小区门口成功抓到了主犯谢婉婷。就此，毒奶案正式告破。